Hello，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主题是正义要来了，什么样子的好运会加倍奉还到大家身上？所以我们今天看的不只是平反，不只是真相大白，还有我们的好运要加倍奉还到第一组朋友你们的身上。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验证牌。哇，第一张牌是孤独哦。这张牌代表着很多个没有人理解的深夜。大家看一下，画面中是一个人坐在病床上，窗外透进来一点点的光，旁边呢是点滴架。好，这个画面呢，除了生病很脆弱的状况本身哦，还有是只能一个人独自的望着窗外的这种孤单。在你最脆弱、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很孤单，身边的人没有办法去给你想要的温度或是温暖。有些朋友事实上你可能就经历过画面中的这样子的情况哦，在你最困难面临重大打击的时候，你是一个人去度过的。有些朋友你可能经历过一段很孤独的时期哦，你遇到了一些人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让你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往肚子里吞。那可能你怕自己的情绪会造成别人的负担，或是某一段关系让你感到很心寒，你会觉得说了也没有用。我觉得孤独最可怕的地方并不是一个人待着，而是大家渐渐的去习惯这个孤独。你们习惯了自己消化，习惯了不期待，习惯了把心里
里面那个最真实的感受藏起来，因为你觉得就算我说出去也不一定有人能够懂啊，所以久而久之呢，孤独它就不是一种情绪而已，它会变成第一组朋友你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说你跟别人之间总是有一道看不见的距离。那同时这组朋友啊，你们心里还有一件事情还没有结束，有一个人或是说有一件事情他让你吃过亏，他让你受过伤，可你心中还在等一个说法，在等一个结果，在等一个让你可以真正放下的理由哦。这个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一个执念，其实不是哦，这个是人之常情。因为你付出真心却换来这样的结果，你会想要知道到底为什么，或是这个人他有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好，那其实你们也不是一个很爱抱怨的人，相反的，我觉得你们是很多的事情都会往心里放的人，就是你压抑了很多都不说。你会发现哦，可能你试图去表达，但周遭的人听不懂你的求救，他听不懂你的话语，也有可能你们的求救是很微弱的，可能很多朋友感觉到自己就是像牌面中这个女生哦，坐在病床上孤单的望向窗外，然后整个四周啊是冰冷的这个紫色调。很多人这一组你们可能长期处在一个就是有一点郁闷沉闷的这种情绪状态中，然后你们会发现自己曾经付出的善意可能在别人眼中只是理所当然，或者是说你经历了这个伤口啊其实还没有愈合，所以你可能会开始自我隔离，因为你不想要反复去解释你的这个伤口。有些朋友甚至觉得好，我既然已经习惯这个孤独，我也在这个孤独的状态中其实是安全的，你会想说我会主动去选择一个人待着，因为一个人待着比较安全。事实上呢，这种安静啊可能也是你们对于这个世界最微弱最无声的一个抗议了。好，那很多的朋友其实现在你已经不大相信人了，可能你还是会对别人好，但是你心中啊留了一道门，你不会再把自己全部交出去，因为你经历了之前的事情啊，你学聪明了。但同时啊，你们也失去了那种可以完全的放松或是真正信任一个人的感觉。你们甚至没有很愤怒，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的，但内心啊其实会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在纠结着，或是说在拉扯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哦，验证牌的第二张牌吧，是陷阱牌哦。如果说孤独牌是大家灵魂的底色的话，那这张陷阱牌啊，我觉得它讲了大家真正受伤的一个原因哦。看一下这张牌，一个西装笔挺的人，本来以为自己正在走向目标，没有想到脚下是一个巨大的捕鼠器。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啊，可能你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力，结果呢却被别人出卖了，或是被别人责骂。明明你做的事情是对的，照这个顺序走，但是被其他不明事理的人，或者说他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就把他自己的情绪发泄在你的身上，然后所有的人可能都指着你说这是你的错，但其实呢，真正可以去裁判的人，或是真正得理的人，他却躲在后面装一切都没事，或是没有看到。所以有些朋友啊，其实你们经历过被算计的痛，这种痛可能比孤独还要伤人，因为其实大家是一个做事非常有条理的人，你们相信规则，也相信努力，但是正是因为对于这份世界的这个信任啊，让你成为了这种不守规矩的人，或是莫名其妙的人的一个猎物。所以呢，有些朋友可能经历了职场上的权力斗争，或者是一段充满谎言的感情，有人可能利用你的专业，利用你的资源，甚至是利用你的同情心，从你身上获取利益。还有一些人是其他人给你画了大饼，让你觉得你正在走向成功，但其实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陷阱哦。所以最后你会发现，哇，原来你这么努力，你的善良在某些人眼中其实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弱点。
所以这种画面啊，会让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对人性感到很心寒。但是大家不要害怕，这个设计陷阱的人啊，其实已经进入到正义女神的视线了。接下来一切都会被平反，这个陷阱的真相也会被揭开。那你们现在心里其实还是有一种很沉重的无力感，就是我明明很有努力，或者是我明明有试着想要避开一些小人或是陷阱，怎么我还是中招了呢？重点是这个夹子啊，不是你主动想要走进去的，反而是有人铺好了路，故意要引导你进去的。可能你平常也不是轻易会相信陌生人的人，就是在那一次你相信了，可能就是对方真的太会说谎，或者那个时间点你刚好需要一个出口，然后呢，这个人呈现出来的那一面，或是他说的话，让你觉得这个人是值得的，所以你相信了，你走进去了，但是没有想到你信任的东西，它是一个精心设计过的一个陷阱。这种被陷害的感觉，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竟然可以用这么卑劣的手段来运作，但是你本身却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你是一个用真心换真心的人，所以你不懂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去把别人当作棋子，有些人为什么可以若无其事的去算计别人，而且他们好像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报应。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产生一个落差跟崩坏。其实呢，这不是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傻而是对方啊，其实把他的这种坏心藏得太好，以至于你当时没有看见。但是你们现在知道那个是一个骗局，你知道自己吃亏了，你知道对方可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而你也为了这个没有看清楚，或是其实很难看清楚啦，为了这件事情付出了代价。你们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时间，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感情，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对于人的信任感。甚至有很多朋友他们是经过了其他人提点，才不得不去承认原来那个你很相信的人他其实是骗你的。但是大家不要害怕那个设局的人啊，他用的这套方法，他有一天会反过来困住他自己。因为陷阱绳子的另外一头其实一直套在他自己的脖子上。现在大家站在局外看，反而能够看得更加的清楚。好，这是第二张验证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牌。下一张牌是一张禁锢的牌这张牌其实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非常想要起飞，但是你们的灵魂却被困住了。这张牌显现了大家一个正在挣扎，也可能想要打破的一个状况。大家看一下牌面中这个被关在铁笼后的人，他被困住了，但他并不是没有能力，可是他为什么走不出去呢？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因为身边的环境，或是某一个这种死气沉沉的关系，或者是一些毫无义务的责任把自己困住了，就像自己跟铁条一样，把你死死的扣在原地，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信念。那你身边的人可能还会告诉你说，大家都是这样你现在已经很好了，你到底在不满什么呢？让你忍一忍就过去了，所以你可能就是有一种很无奈的感觉。但这种不自由感其实已经快要把大家耗尽了。你每一天可能都在想着我要离开，我要改变，但是一睁开眼，你又回到这个精神的这种牢笼里面，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慢慢的枯萎了，自己的才华被埋没了，或是你自己的野心被嘲笑了。但是呢，大家你们要知道，被困住并不是因为你们弱，有的时候是因为你们太强，强到那一些人必须要把你关起来才会觉得安全。那现在呢，接下来宇宙想要告诉大家，平凡的时刻到了，不仅仅是要让你恢复自由，更是要让大家在恢复自由的那一刻，借力使力去飞向你早应该到达的一个高度。所以如果你现在有一种很悲伤，或是说有一种走不掉的感觉，请不要害怕。你们现在最核心的痛苦可能是觉得自己被困在某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一份工作，一段毒性的关系。
其实你们知道这座笼子它的门并没有完全锁死，其实是可以走的，但偏偏你们就是这么有责任感，或是你们因为一些世俗的眼光，或是对于未来的恐惧，你某一部分也是自己把自己关在这一场精神的监禁中，但是你同时又在忍耐，这种忍耐我觉得已经快要达到某一种临界点。还有一些朋友啊，你们是被过去的经历困住了，过去的经历啊改变了你的人生的走向，或是给你了一次很大的这种打击哦。你被那段经历改变了，但是你本身还没有跟这段经历和解。你们卡住的可能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你心中有一些疑问，一直没有得到答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这么真心却换来这样子的结果？为什么我这么努力最后还是输了？我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呢？你之所以走不出去，并不是你们不想要放下，而是很多朋友你们在放下之前，你想要一个说得通的理由。所以我看见其实你们很疲惫，但是又同时强迫自己维持某一种体面的状态。你们可能没有这种去闹，或是没有去报复，你们选择了一种忍耐，但是这种忍耐啊，它是有代价的，它把你困在这个精神的牢笼里，让你某一方面没有办法真正的往前走。金箍牌啊，放在这边并不是说大家永远就走不出去，而是说我们目前可能还在这里面，是因为这件事情还没有走完。那你会觉得正义没有到来之前，其实你的心没有办法真正的放松，这很正常，因为我看见你们在等一个结果，等某一个人得到他的一个应得的报应，或是等宇宙给你一个交代，告诉你说其实你当下选择善良，选择真心，这个做法并没有错。好，以上啊就是第一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如果你觉得有对应到你的能量的话，我们赶快继续看下去，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精彩的这个解牌的部分了。我们第一张牌是 bird 鸟。好，这张牌在讲什么呢？哇，你看一下这只鸟，它张开双翼，它在云层之间飞翔。好，有光啊从上方的天空透下来。这个画面不是说你即将要起飞，而是说大家已经在飞了，只是你还不知道。你看一下，他说像天使一样飞翔哦。当你把自己看得更就是轻盈一点。好，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可能做事情有一个习惯，就是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的身上揽，明明是别人的错，但是你却第一个可能是就是反省自己，自我怀疑说我是不是说错话，我是不是做错事，我是不是哪里要调整。那别人的离开，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好，不够值得，所以呢，过去那个让你觉得孤独，让你掉进陷阱，让你困在这个牢笼里面的经历，你会反复的因为这些事情去问自己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其实呢，在正义来之前啊，你需要先把你身上那个不属于你自己的重量放下来因为你一直把别人的课题，别人的错误当成是自己的功课在做，你一直试图在某一些经历中去找出自己的责任，因为你觉得好，如果我找到了，我就能够改正，我下次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确保这种事情不再发生。这其实是大家的善良，但也是大家给自己最深的一道枷锁，因为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你的责任，有些人他就是天生有恶意，有些局不管你怎么做，对方就是要设局骗你，所以呢，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更好更努力的自己去预防别人的坏心。所以这张牌告诉你放下，要放下不是原谅对方，而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把那个不是你的问题放下，把那个如果我当初不这样子的想法放下，把那个是不是我不够好的念头放下，这个重量不是你的，如果你持续背着这个重量的话，你会飞不起来。因为这张牌啊，这只鸟啊，它的姿态是在舒展，它并不是害怕，不是逃避，而是翱翔哦。
逃避是因为恐惧，翱翔是因为自由。所以大家，你们接下来的状态会是轻盈的，会是清醒的，这些不是为了对方，是为了你自己。这张牌一出现，宣告大家过去受困的日子要终结了，要结束了。它很明确的是一张灵魂觉醒的牌。过去所有的压抑跟委屈都是为了让大家去迎向高空的风。我看见你们在遭遇那么多的事情不公之后，你们有选择沉沦，你们选择了轻盈。你们接下来将不再纠结于那些伤害，因为你已经把视角拉高到云端。这个就是平凡的第一步，降维打击。其实当你们飞得够高的时候，那些曾经试图想要把你关进笼子里的人，现在在你的眼里会变得好渺小，就像蚂蚁一样。也就是说，大家这张牌预示着接下来你们会迎来一个极高的极大的一个空间感，可能是搬家，可能是转职，可能是心态上的彻底解脱。这种加倍奉还的方式会让你比别人活得更加的自由。那些试图拉住你，试图设陷阱给你的人，接下来只能在地面仰望你飞翔的背景。好，看一下第二张牌。接下来看到这张牌是 Spider， 哇，这张牌的画面很有力量哦。一只蜘蛛它站在网的正中央哦，它背后是蓝绿黄红交织的这个色彩。整张网是白色的，很清晰，很精准，从中心向外延伸，每一条丝线都有它的位置。这张牌说把大家最好的梦编织成现实。有些朋友你听到梦想这两个字可能会觉得我还有梦想做梦的权利吗？因为在前面这些孤独被困住的日子，你的梦被压得很扁很小了，你真的没有认真的想过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因为你太忙着去处理这些事情，消化这些情绪，所以你可能没有空间去想更远的事情。但是现在这张牌出现了，它告诉大家现在可以了。蜘蛛是所有动物里面最会设局的，但是它设的局跟前面这个伤害你的人不一样它的网是用来创造的，不是用来伤害的。它把自己的本能、自己的能量一丝一丝的编进到这个结构里面，是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那这张牌是你们的牌，代表说大家你们也有这样子的能力，你们是一个有条理、有理想的人。这个条理、这个理想不是你的弱点。那蜘蛛它是主动去建构的，当它把网建得够好，该来的自然会来。这是一个很深的智慧也就是说不是要你们强攻，而是要你们布局。现在我们不急着去拿回什么，而是把自己的位置站稳。所以这组朋友你们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你想要做什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就算过去这些经历发生了，你们还是可以去做那个你想做的事情，成为你想要做的人。那蜘蛛牌说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份过去这个不好的经验没有夺走你们的能力，没有夺走你的眼光，也没有夺走你们的判断力。相反的，我觉得它让你们淬炼的更加的清醒，所以你们可以去开始编织你的梦想的网。你不需要一气呵成，因为蜘蛛建网它本来就不是一口气完成的，它是有耐心的，它是一步一步来的，把你们最好的梦一条丝一条丝的去编进你接下来的每一天。这个蜘蛛网就是大家的策略，还有大家对未来的一个规划。很多人以为你们被困住了，但事实上不是你们是在布局。蜘蛛呢，在网的中心，它是极度冷静而且有耐心的。你们接下来会迎来系统性的收割，那一些曾经利用你们善良，或者说曾经在背后设陷阱陷害你的人现在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正一步一步的去
走进你设的某一个网里面，但你们可能也不是特意去为它设局的，只是说当你的网织得这么好这么漂亮的时候，它可能也想要过来，也想要分一杯羹，但事实上这个就是它因果报应循环的一个开始。这张牌有极强的显化力哦，只要是你想要的目标，你都能够精准的连接资源，所以它是一张梦想成真的牌。你可以把过去零散的努力串联成一个强大的事业帝国，或是你的个人的品牌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Gold， 好，黄金哦，这张牌很厉害哦。这张牌是告诉大家，我们要找回你与生俱来的尊贵，你不需要任何人来修补你。好，这个就是要跟大家说，你们过去的自我怀疑啊，还有这种贬低自己不配得感，真的都不需要了。大家看一下画面中的这个女孩啊，她手里捧着一个绿色的杯子，这个杯子上有金色的纹路，这个金色叫做金继，就是日本的修复艺术，是用这个金粉去填补裂缝，让有破损的地方会变成这个杯子最美的部分。所以啊，这一组的朋友，这一波的能量会还给大家最强大的物质跟精神上的丰盛。过去啊，你可能被剥夺过名誉、金钱或是地位，但是黄金最大的特质就是不朽。所以即使你们经历过灵魂暗夜，你们的本质依然灿烂，就像这张牌一样。当你认回了自己的黄金价值之后，其实你不需要再向外界祈求认可，宇宙会透过实际的财富增长，或者是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发挥才华的高阶平台，来弥补大家之前所有的损失。大家能够自给自足，你能够活成黄金之后呢，全世界的资源都会自动的被你吸引。好，那对你来说啊，这个能量也有一点像解脱，因为你们可能曾经在心里有期待过，有谁可以来到我身边，有谁可以比如说照顾我、疼爱我，但你们心里又有一点点倔强，或是你心里早就知道最后可能还是只有我自己。那这张牌它到底还说了什么呢？你们曾经等过某个人，或是曾经等过某件事情发生，你希望你的心可以被好好的照顾，让这些裂缝可以被填上。但是这张牌明显的说，修补最后填补裂缝的那个人物是你们自己，而且这个裂缝不是需要被隐藏的东西，它是需要被彰显的。用金粉填补，它不是要去掩盖过去的伤痕，而是要让这个伤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所以这一条金色的线，其实是大家走过这段路的证明，是你还在这里的证明，是你没有被过去那段经历击垮的证明。你不需要等对方回来道歉才能够修复自己，你不需要等某件事情有完美的结局才能修复自己，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这张牌出现在 Spider 之后，它是有原因的。你们先开始编织梦想，然后你会发现在编织的过程中，其实你自己就在修复了，并不是靠某个人、某件事情，而是靠你每一天的选择，靠你把你的目光，靠你把你的能量放在哪里，把能量跟目光放在哪里，你最终就会成为什么。所以啊，其实这个画面就是你们的未来。手里捧着那个被修复的杯子，也就是你们自己。窗外的花是开着，整个光线就是非常温暖的。你们不需要再等待任何人来修复你了，你们接下来可以赢回所有的属于你的灿烂。好，哇，这张牌很酷哦，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是女巫啊，
好，她打开她漂亮的衣橱，里面除了美丽的衣服啊、鞋子之外，还有球棒跟剑。哇，她有一头红色的这个辫子，然后她戴着黑色的帽子，穿着黄色的一个花裙哦。这张牌是说正义要来了，这张牌真的很过瘾哦，因为他说的方式并不是有人来帮你，而是你们本身就有武器了。那把剑、那个球棒一直都在衣橱里，是你自己的，可能你已经忘了它，以为自己没有武器，以为自己只能挨打，但是女巫牌告诉你说，你从来不是手无寸铁的。其实女巫啊，在很多的文化里是一个被误解的形象，被说成是不正常的、危险的。但其实真相是什么？女巫她只是一个掌握了自己力量的女人，所以会让某一些人觉得害怕。所以呢，这组朋友，你们可能过去也是如此哦。你在某一个关系、某个事件中，因为太有主见、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被对方说成是有问题的人，你的直觉、你的判断力、你的不妥协，被某一个人试图的压制过，因为他不想要让你占上风，他压制你是因为你的力量、你的想法让他觉得不安全。好，女巫牌出现了，她想要告诉大家，我去把衣橱的那把剑拿出来。好，不是要大家真的去攻击别人，而是叫你站回自己的位置，让你的力量可以重新被看见。你过去啊，可能花了很多时间缩小自己，花了很多时间试图让别人觉得舒服，或是花了很多时间把你的剑藏在衣橱里面最深的角落。但是现在通通不用了，正义要来了。正义什么时候会来？当你站出来的那一刻，它就来了。当你重新站在自己的力量里，它就来了。当你不再为了那段伤道歉，当你把剑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曾经伤害你的人，他就可以感受到你的力量了。所以打开衣橱的这个动作，它是一种宣告，代表说你准备好了，正义之剑就在你的手上，审判的时间到了。接下来呢，也会迎来一个拨乱反正的时刻。如果说你手里有合约、法律或是一些名誉上的一个纠纷哦，这张牌保证结果会让你觉得是公正的。那画面上的剑，它代表理性的力量，也代表斩断。你也会亲手斩断那些拖累你的有毒的关系，去拿回属于你的主权。黄色的碎花的长裙象征着智慧跟开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带着高度的觉知在做决定。宇宙会给大家一个公道，让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在真相面前无所遁形。而大家你们除了拿这把剑之外，也准备从衣橱里去挑出一件最华丽的战袍。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出席人生的庆功宴。这张牌代表说，我们即将以国王、女王的身份去起飞。哇，很棒的一张牌哦！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牌哦。好，这一张牌啊，代表着是原民的智慧，这个面具群像哦。这张牌讲的是原住民文化跟大地之间的连结哦。这个画面呢是原住民各种面具还有仪式的装扮，色彩非常的鲜艳，力量也很强烈。每一个面具背后都有一个古老的灵。这张牌为什么放在最后呢？我觉得它是整个牌阵的一个根哦。大家走过了孤独，走过了陷阱，走过了禁锢，然后你放下了重量，开始编织你的梦想，开始修复你自己，最后拿出你的剑。走完一切的过程之后，宇宙给大家这张牌，它讲的是你不是一个人在走这条路的，在你之前也有无数的人走过比这更艰难的路，他们可能失去过土地，失去过语言，失去过一切，但是他们的智慧并没有消失，他们的力量并没有断裂，他们以一种更深的形式留下来，传递下来，保护着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这个力量啊，现在也在这里面哦。这个面具它代表的是一种仪式，在很多的原住民文化中，戴上面具是一种神圣的行为，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大力量的通道，让祖先的智慧透过你可以展现出来。所以呢，
过去这段时间，可能你觉得我真的很渺小，很孤立无援，很无力，很无奈。但这张牌想告诉你，你们背后站着所有的一切，比你以为的还要多，还要强。宇宙一直在记录，天道一直在运作，那些古老的比任何人际关系都更深的力量，他们看见了你。所以这张牌在说啊，其实你们也可以去了解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土地背后的一个历史，或者是跟这片土地做连结，向这片土地去表达一个敬意。因为啊，这有一个象征，就是落地。你最终想要在哪里去落地生根呢？要对那片土地表达敬意。这段时间啊，你可能一直都飘在某一段伤痕里面，飘在某一个愤怒跟不甘心里面，飘在等待里。现在我们真的要落地了，我们要把脚踩回土地，感受你自己还在这里，感受自己还有根，感受那个背后更古老更强大的力量，其实就在你脚下。你们背后有主灵守护的，你的平凡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你背后有一整个能量体系在支撑你，你们的根基会非常的稳固。当你飞向高空，当你获得了黄金跟正义之后，这股原始的智慧会帮大家守住成果。这一些戴着面具敲响铜铃的人，正在为大家进行一场能量的清场。任何试图想要去算计你、打压你的人，都会被这股神圣的力量挡在外面。所以呢，你们会获得一种永久的平安。你们并不是那个过去很容易被陷害的这个小白兔，或是单纯的灵魂。现在你们拥有老灵魂的智慧跟战士的勇气，你跟大地的连接，让你即使飞得再高，你的心也是稳的。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啊，放在这边，它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局。我们从孤独的病床走到了众神守护的祭坛。这一次啊，大家的起飞是没有人可以去阻挡的。宇宙不仅还大家公道，还还给大家一整座江山。现在啊，大家就可以带着我们的正义之剑去赢回我们的闪耀人生。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好，最后啊，如果大家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如何帮自己的人生做出更好的抉择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给自己一个新的可能性。好，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帮第二组的朋友看一下正义要来了，我们的正义啊，会从什么样子的方面去实现呢？第二组的朋友们，人生终于要翻转了。首先呢，看一下第二组朋友哦，你们的一个验证牌，我们对应一下第二组你们的能量状态哦。好，哇，这三张牌一出来哦，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是个性啊，是开路先锋哦。就是如果用紫微斗数来说，我觉得你们这组的能量很接近这个杀破狼，就是七杀破军跟贪狼的一个格局哦。也就是说，你们的生命主轴啊，其实是变革跟征服哦。那如果你的命宫不是这些星曜的话，也没有关系哦，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内在灵魂啊，一定是带有一种不想要服输，或是很不喜欢别人看轻你，然后你们非常重视自己的面子尊严，然后也不喜欢平庸，你们本身是属于硬骨气的人。同时啊，你们遇到问题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寻求安慰，而是想说我要怎么解决。那你们的人生当中啊，可能常常伴随着竞争跟碰撞，这个并不是你们爱吵架，是因为你们蛮有想法蛮有主见的。当别人的平庸阻碍了你的进度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我自己来比较快的这种想法。所以这种杀破狼的本质啊，可能会让你们在一个太平盛世，或是大家都很就是相怨的环境中，你会觉得怀才不遇。但是在遇到这种动荡，或是需要有人出来领导，或是需要开疆辟土的时候啊，其实你们就是那个能够去徒手扭转一切的
战神哦。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很孤独，是因为强者的道路总是孤独的。你们的存在啊，并不是为了遵守规则，而是为了定义规则。好，首先呢，我觉得你们的内心有一团火，你们这团火很像是你们的一个保护层。如果有人质疑你、小看你，或是把你的努力当成理所当然的话，你内心的这个火啊，它其实就会烧得更旺一点。那这一组朋友啊，我可以看到其实你们内心有一个防御的机制，这个防御的机制，这个愤怒啊，其实是源自于一种很深层的自尊心，就是你们非常不能忍受别人看轻你、看不起，或是讲一些酸言酸语。对你们来说，面子不仅是虚荣，而是一种尊严的底线哦。你讨厌别人给你贴什么标签，说因为你怎样怎样，因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所以你不行，所以你做不到。如果有人越是要这样说，你偏偏就是要去证明给他看，或者是你也很讨厌别人有一种就是同情你啊，或者是给你一种充满施舍感的建议，好像高高在上的感觉。当有人去质疑你们的专业，或是试图用他的权威来压制你的时候，你内心的火焰就会瞬间燃起。这个火焰呢，其实是你们很珍贵的燃料，因为呢，在你最难熬、最没有人看好的时候啊，其实你内心的这团火啊，它支持着你，支撑着你。你们就可能会凭着一股我就是不想要被你看清，我就是要做给你看，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的这股狠劲，然后去熬过最难熬的时刻。其实你们并不需要那种比如说拍拍肩膀的安慰，你需要的是一个很实质的一个比如说支持，不管它是金钱或是一个方法、一个解决的方案。那你也想要的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那你的这种怒火或者强悍啊，它其实是为了保护你内心那个不愿意去妥协的纯粹的灵魂哦。因为你会想说，好，如果我这一次退缩了，我以后会不会就永远一直选择这一个舒服的路，就一直退缩下去，这样子你其实会瞧不起自己的，所以你们可能会选择战斗。好，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会用一种很强而有力的方式，想要向大家证明说，你在这里，你不容小觑，你是很有实力的。那下一张牌是冲突。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在团队中啊，你们可能是那个最强的，但通常也是最累的，因为你们对于品质啊，其实会有一种近乎苛刻的完美，或者是说你自己其实对你想要完成的东西是很有想法的。那对于那些节奏跟不上你的人，你与其花很多时间去解释，你反而会想说，好，我自己来反而比较快。你们有时候会熬夜啊，然后自己把事情做到完美，这是因为你们没有办法容忍就是差一点点的那种不完美的感觉。这种特质让你们在职场跟事业上其实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但同时也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疲惫，因为你们的强大有的时候是环境逼出来的。当你发现身边的人跟不上你的节奏的时候，为了不让你的目标啊离你很远，你只能一个人越跑越快，直到你看见后面是空无一人，因为大家追不上你。所以我觉得你们其实是有一种自力更生或是孤军奋战的悲壮感，但这种孤独感啊，可能也是你们力量的来源，因为你会觉得我就凭我自己，我谁也不欠。那当我成功的那一刻，这一切都是我自己赢来的。你拥有绝对的主权跟绝对的一个决策权，这一种啊靠自己双手打下来的江山，其实才是最稳固的。因为你们其实很不喜欢拿了别人的资源之后要受制于人，要听命于别人。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常常会因为一些你觉得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啊不满，有时候这个不满啊会化成就是显现在外，就是实际的跟别人去争执或者是讨公道。有些朋友你是为了别人去讨公道，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明明这么离谱的事情怎么都没有人站出来发声或是发言呢？你们可能会忍不下去，因为你心里就是有那一把尺，你对于那些超越你底线的人，或者是可能欺负弱小的人，
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造成别人不便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是会跳出来反抗或是讲话的。那最后啊，我们看到胜利这张牌哦，出现了胜利是什么呢？好，这个是登顶之后啊，大家很微笑，大家非常满足的样子哦。最后啊，其实对你们来说，只有胜利，登到高峰才是解药。你们的人生逻辑非常的简单跟粗暴，所有的委屈跟不公，只要你们赢了，就能够去平息一切。你们其实不稀罕口头的道歉，这种廉价的对不起对你来说毫无意义。你们要的是实质的成功哦，你们要的是那个金光闪闪让所有人可以闭嘴的奖杯。所以呢，这组的朋友啊，你们即使经历过这个抓狂的边缘啊，这么深的愤怒，你们最后依然能够在山顶去举起属于你们自己的荣耀。所以呢，我看见你们其实是非常有实力的。当你正在巅峰的时候，那些曾经的争议、抹黑跟看清，都会自动变成衬托你们光芒的背景故事。你们这种胜利啊，有一种清算的意味，就是好，我赢了之后，我要让那一些曾经挡路的人看清楚，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谁才是真正的王者。你们这辈子就是要来拿冠军的，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了去增加这一座奖杯的重量。现在宇宙已经把这个登顶的梯子架好了，只要大家凭着不服输的这个劲啊，继续往上爬，你们会赢得属于你自己的奖杯，你们会让所有的人闭嘴。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如果你觉得这3张牌有对应到你过去到现在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接下来就继续看下去，宇宙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讯息哦。好，我们第一张牌是独角兽，好，彩虹的独角兽哦。这一张牌代表说大家哦，他在宣告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哦，你们现在要去揭露你真实的光芒了。独角兽在神话的故事里，它是纯洁跟力量的绝对象征，它不会很轻易的出现，但是它一旦出现哦，就是神迹了，尤其是彩虹的独角兽。所以呢，大家你们在经历了之前那些冲突啊、愤怒啊之后，你们的灵魂并没有变得很污浊或是愤世嫉俗，反而我觉得你们经历那些攻击跟淬炼之后，变得更加的坚硬跟纯粹。这一张牌我觉得对应到大家内心极强的一个自尊心哦。过去啊，你可能会为了融入群体维持表面的和平，做一些不见得是你想做的事情，或是为了一种责任感，很多事情你自己揽在身上，我自己来比较快。那这些啊都会有点像是不小心去压抑了你们与生俱来的独特性跟锋芒哦。这组的朋友，你可能自己会觉得其实你是有一点不合群的，或是你在于人群中就是有一种太过耀眼的存在。有些人过去可能因为自己太过耀眼被攻击，所以呢会试着收敛光芒。但是啊，现在命运的齿轮已经转动到了一个爆发的节点，宇宙请大家就像独角兽一样，骄傲的展示你那根闪闪发光的角。我们呢，并不是要去纠缠跟翻旧账，而是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会活得比任何人更加的耀眼，更加的不容忽视。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经历一个最强大的能量场转换，那一些试图打压你或是那些冷眼旁观的人会发现你们的高度已经高到让他们是遥不可及，没有办法触碰到你。你们的闪耀，你们的亮眼，就是对这些平庸的环境最强大的一个回击。所以呢，你们闪耀的时候，你不需要向下兼容，也不需要解释你的与众不同哦。大家，你只要站出来，你的光芒会自动筛选掉那一些不配跟你一起走的人。所以这是一场灵魂层次的降维打击哦。你们越是发光，越是闪耀，就会显得对手非常的卑微跟渺小。好，下一张牌是郊狼。好，这张牌非常的特别哦。哪里特别呢？好，
郊狼啊，它是荒野的智者，它具有灵活性，还有一种神圣的幽默感，所以呢，它代表的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如果说独角兽代表是大家神圣不可侵犯的光芒的话，我觉得郊狼这张牌啊，展示了大家在这个社会丛林里面的一种很灵活的生存智慧。也就是说啊，你们的翻身，你们的平凡会以一种我觉得有一点戏剧化的方式发生，可能是你目前还想不到的方式去发生哦。原本你可能以为是要硬碰硬，或是长期的拉锯，或是无止境的争辩，或是一种这种枯燥的法律程序才能够赢得正义。但是现在我觉得郊狼它带来的能量是一种很戏剧性的逆袭哦，它可能是对方自我毁灭，或是突然出现超强的贵人，也有可能是你们意外获得能够彻底改变战局的资源哦。好，郊狼的能量就是他擅长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找到出路。他也提醒我们说要保持灵活，我们不要死守着一种观念。所以啊，接下来大家会像郊狼一样在丛林中非常优雅而且皎洁的前行，你们会利用直觉去捕捉每一个微小的机会，所以其实接下来打的这场仗啊会很漂亮而且很痛快。这一组的朋友啊，命运正在为大家布置一个奇迹哦。那些陷害你的人可能在他最得意的时刻自己弄的一个失误就让他自己满盘皆输，或者是大家获得比现在强大100倍足以改变现况的资源，让你会瞬间跳脱某一个充满恶意的战场。我觉得这张牌跟大家那种不愿服输的硬骨气，那种自尊啊，产生强烈的共鸣。你不愿意服输，所以呢，你最后迎来一个大反转的剧本。郊狼想要告诉大家，我们千万不要陷入受害者的一个情绪循环，因为我们就像郊狼一样，我们是优雅的在这个丛林中去行走，然后这一场翻身的战役啊，我们其实是可以打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华丽的转身。接下来呢，再来看到下面的牌哦。好，下面这张牌我们看到的是荆棘跟皇冠哦。哇，这张牌很漂亮，很美丽，也充满情绪张力哦。我看见它其实就衔接了之前的验证牌，你们即使满是伤痕也要登顶，你们有种孤傲的格调。画面中啊，有3个女生啊，她正在专注的编织红玫瑰，那美丽的玫瑰下方其实是密密麻麻锋利无比的荆棘，这个荆棘象征着大家过去所承受的所有的攻击、抹黑、背叛、冲突，还有一些诈骗的情节吧。好，在这个时候啊，这些东西啊，它具备了全新的意义，它们不再只是伤害，而是大家皇冠上最闪耀的装饰品。在你们的进化的过程中，没有一滴眼泪是白流的，没有一道伤是多余的。你们现在正在亲手把痛苦点石成金，把这个荆棘变成你们的皇冠。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这一些负面的经验啊，会变成大家最强大的资历跟勋章。你们会用你自己的方式完成最彻底的救赎。当你再次回到那个曾经让你难过跟受伤的场域的时候，或是再次遇到曾经让你觉得很难过的人，或是很伤害的人的时候啊，你们已经不是一个好像负伤的战士，或是受害者，或是失败者，而是你们是带着皇冠的王者。所以呢，这个成就感来自于你们的自力更生的性格，这个性格会得到一个很实质的，而且是很崇高的一个回馈，因为这个美丽的皇冠呢，是大家亲手编织而成的，而痛苦啊，就是编织荣耀的一个素材。最美的玫瑰啊，永远都开在最险恶的荆棘之上，所以我看见你们应得的荣耀正在成型哦。当皇冠
戴在你头上的那一刻啊，我看见所有过往痛苦的经历跟灵魂暗夜都会变成大家传奇故事中的一个动人的篇章。你们也会从受害者或是愤怒的人转变成命运的一个编织者，因为大家亲手编织了属于自己的皇冠。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有能力去翻转，你们有能力自力更生，你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皇冠，亲手戴在自己的头上。好，接下来呢，我们下一张牌是邪恶皇后。哇，这一张牌啊，说大家值得的是糖，不是盐哦。这组的朋友为什么会出这张牌呢？是因为你们曾经努力对别人好，但是别人并没有这样对你，有点像你帮他，你让他，你包容他，但最后你发现他把你所有的好都当成理所当然，你给他这么多糖，但是他还给你盐。邪恶皇后不是坏人，她只是给错了人，看错了人，有点像是她把最好的自己给了那些不值得他去付出的人，那些不懂得珍惜的人。邪恶皇后她付出，她忍耐，她配合，然后她发现她所得到的回报只是满身伤痕，所以呢她变了，她开始筑起高墙，开始变得很难搞，开始让别人觉得她很难相处，好像很邪恶，好像有很多的心思，但其实这个并不是他的本性，他那个只是他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一张牌代表说，其实你们过去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问题不是你给的太多，问题是你给错了人。你们本来就值得被好好对待哦，所以呢，你们千万要记住，你们值得有人记得你喜欢什么，值得有人把你放在第一位，值得有人主动的关心你们，你值得的是这些糖。那一些只给你盐的人，他们不配拿你的糖。好，大家看一下这张牌哦，你们也可以跟心里那个邪恶皇后去对话看看，你们是不是曾经在某一种状况，某一段关系里，为了去留住某一点点的甜，为了去尝那某一点点的甜，忍着眼泪去吞下了整罐盐。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够强大，够坏，心够狠，指甲够利，黑指甲够利，就再也没有人可以伤到你？但很可能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你最后连手中的糖都留不住了？大家这张牌的编号是2，2是关于平衡，也关于选择。过去的大家可能用给予来换取安全感，但是现在宇宙要大家选择接收。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哦。我们想象这张牌中落下的方糖正在慢慢的掉入大家的手心。这一次大家你们并不需要伸手去抓去抢，只要张开手，放松的张开手，任它掉落，你们就可以接住所有的糖。所以你们只需要放松，跟自己说一句话，我不需要借着防卫来证明我自己有多强大，我可以拥有属于我自己很纯粹的一片甜蜜。好，这一组的朋友要记得啊，你们是值得的，你值得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你自己。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牌。好，下一张牌呢，我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层次哦。好，这张牌呢是草地中布满的小白花，它告诉我们要敬畏生命的神圣的本质哦。我们在成功登顶之后啊，我们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得失哦。我看见你们会开始去理解万物和谐共存的方法。对第二组的朋友来说啊，你过去可能必须在冲突中去表现得很强硬嘛，因为我要赢，我要生存啊，或者是说我们带有一点攻击性。但是呢，现在大家的能量起飞了，真正的权力不在于来自于这种言辞啊，或是武力，而是一种无欲则刚的慈悲。
同时啊，这张牌要提醒大家哦，我们要对于地球母亲啊、动植物啊、一切的这种自然资源啊，保持一种敬畏之心，并且要把对的事情做好，无论它是大还是小。我们做这些啊，并不是为了要证明给谁看，是出自于对生命的敬畏跟尊重哦。因为你们是真正的王者，一个真正的王者是不会对其他众生去漠视或是残忍的剥削哦，因为那个是不敬的一个表现。我看见啊，你们本身最后会转化成一种令人敬畏的稳定的力量哦。当你站得越高，你的谦卑就越能够去照亮别人。同时啊，当你们站得越高的时候，你们表现出来的并不是自大贪婪，而是你能够敬畏，你能够谦卑。好。最后一张牌是对话。好，画面中有2个人啊，他在繁花的这个墙面前的长椅啊，他们进行一场对话跟交谈哦。这代表说，其实大家哦，你们在人际关系即将迎来一场高品质的进化，它代表的是心跟心的对话，它象征的是一种在情感上感到绝对的舒适、信任跟放松哦。这组朋友啊，这张牌很重要哦，因为你们真的过去很习惯了我自己来，或是我自己做，我自己在孤独中奋战。但是这张牌告诉大家，你们可以是时候去展现一些你的脆弱，因为这张牌的对话，它是不需要防备的，它是一个可以私下进行的。这种能量的一个流动哦，也就是说，你即将遇到跟你同频率的一个伙伴或是伴侣，你们不会因为利益而互相算计，你们能够专心的去聆听彼此，你们能够进行深度的探索跟探讨，也就是说，你们连接到的是灵魂的共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动人的一个共鸣哦，你们可以分享你过去所有的经验，你可以和这个人的对话中去做连结，并且不经意的可能就成为彼此的一个灵性导师你们终于找到一群可以并肩而坐，可以交心对谈的伙伴，灵魂家族的一个伙伴哦。所有过去你们的那些经历啊，现在都可以在这场对话中侃侃而谈，并且成为可以去疗愈别人的一个良药。我觉得你们的强大最终会让大家赢得这种高品质的连接，还有真正的理解，这也是一个很温暖以及很持久的一个奖赏哦。也就是说，大家你们并不只是身份地位的提升哦，而是灵魂维度的一个彻底的跃升，因为你跟你同频共振的伙伴，在彼此的生命的旅程中可以互为镜子，互为灵性导师。这代表说你们彻底远离那些低层次的厮杀跟情绪的消耗，进入了一个充满智慧、敬畏感跟高品质连结的新的世界哦。同时啊，你们的强大不再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转化成一个可以能够引导别人，可以去稳定军心的能量。所以啊，恭喜选到第2组的朋友，最后啊，可以迎来这么好的一个画面哦。最后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们想要在人生的选择跟决策中有更清晰的一个想法跟判断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一起在灵性的社群中互相的学习成长。好，我们下期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正义来临哦，你们的好运会如何加倍奉还呢？好，首先呢，第3组的朋友们一样来看一下验证牌哦，验证一下你们过去到现在的一个能量。好，第1张牌是白日梦。好，这一张牌啊，会觉得说，其实玩好第3组的朋友啊，你们脑袋里有一个很丰富的世界，你们很会做梦。你们想要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自在，然后不需要看人家脸色的状态。这个画面呢，也许会在你脑海中非常清晰的一个显现。像这张牌啊，画的是一个人躺在椅子上，然后他的脑海中想的是，哇，如果他要去度假，
多么开心啊！然后在一个海岛上，有棕榈树，有阳光，多么舒服的一个画面。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哦，跟第二组、跟第一组真的很不一样哦。你们会觉得说，人生苦短，与其花时间去跟别人计较输赢，或者是这么多的比较，不如把我的精力啊，把我的这些精神啊，拿来去做那些让我感到很热血的事情哦。你们不大会羡慕说，别人有多少钱，有多高的地位，你们羡慕的是那一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哦，或者是说过着一个不用委屈自己的生活啊。我觉得你们的人生观啊，其实会觉得说，如果我不能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我要一直好像扭曲我自己的意志的话，那么我赚再多钱，赢过再多人，它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啊，其实你们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显得格外的清醒哦。你们不见得会去追求别人眼中的某一条成功的道路，可能你想要的这些东西对别人的在别人的评价来说是白日梦，就是你干嘛去想这个，你就好好的做你现在做的事情就好啦。但其实这并不是白日梦，而是在为未来的显化去种下种子。有些朋友可能你正在向往着远方，或者是移居，或是一场旅行，或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些画面一直在你的脑袋中出现，它不是没有原因的。但可能过去啊，有一件事情，一个人让你就是好像打断了你的念想，或是你发现现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发现有些人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感受，你发现你的善意跟梦想对于某些人来说，它其实是可以去利用的东西。那当你受到这样子外界的伤害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打击会比别人来的重。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本身就是一个不喜欢去竞争的人，你不喜欢去报复，不喜欢去算计，你觉得这个太麻烦，你只想要过好自己的好日子就好了。那为什么有人要用这么的恶意来针对你呢？你可能会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呢？我又没有招惹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这个困惑啊，可能会让你受伤很深。那也许有的朋友，你们经历了一段受伤时期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白日梦变少了，也没有那么常想象未来了。你开始觉得说，会不会想了也没有用？那这张牌出现在这边呢，其实不是说大家太天真，也不是说你的梦想就是一个幻觉，它其实是在说你们的乐观是你最宝贵的东西，它需要被保护，而不是被消耗。那你们的能量其实非常贴近一种清贵的特质，就是比起一些物质上的掠夺，财务上的这种竞争啊，或是地位上的那种拼输赢啊，去争执某一个头衔啊，我觉得你们更看重的是精神上的一个富足哦。你们也许相信某一种哲学，可能是宗教，可能是极简主义，可能是某一种心灵成长的系统，那一套系统会让你感觉到内心是和平的。那其实我觉得你们拥有一种活在当下的能力，这个是很多人很羡慕却没有办法去学习的。那今天呢，宇宙想要告诉大家你们会获得属于你们的正义，这个正义更像是一张可以通往梦想的门票，可以让你摆脱那些世俗的枷锁，去玩一场你自己真正想玩的游戏。因为对你来说我觉得你们想要看见的是，不是说谁输了你，或是看着谁被你打败，你们更想要的是放胆去做梦，然后去活出你自己想要的人生。好，第二张牌这张牌呢，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是一个相信因果的人。这种相信不见得是宗教上的那种相信，而是你自己心里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自己的道理。你觉得说只要做对的事情，最后结果不会太差。像这张牌就是一个女人，她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前面站的是一个僧侣那手中捧着香，
整个画面呢是温暖的米黄色，很平静，很虔诚哦。这张牌代表的是善良、人道跟道德哦，这3个关键字啊，我觉得其实也是你们的核心哦。你们是那种会去做好事的人哦，也许是真的去庙里拜拜做功德，也许是在生活中默默的去帮助别人，或是尽量的在任何关系中都做到问心无愧。你的标准可能不是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心里自有一把尺。所以有些朋友，你最近可能在做一些不求回报的好事，或者说你的内心啊有一个很虔诚的祈愿，这些啊都是刻画了第3组朋友你们的样貌。还有你们跟其他人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你不大会去跟别人计较那些短期的得失，你们更相信的是一种长远的公平就是你累积的善终究会回到你身上。这种信念啊，让你们在面对很多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啊，你选择了就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不是以牙还牙。就是说我觉得你们是一个手心向下的人，你们会替别人着想，甚至呢会想要去拉别人一把。但是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你以为大家都是玩同一套规则，你以为只要你做对了，对方也会做对，结果你发现其实有些人根本心中是没有底线的，他们可能可以笑着去伤害别人，或是用你的善良去换取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转身离开，连一个说法都不给你。这时候啊，可能你的世界观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你会开始怀疑自己原本去信任的东西，是不是你自己太傻了？是不是好人真的没有好报？还是说你相信的那套系统根本就是骗人的？这个怀疑啊，其实比受伤本身还要痛，因为失去一个人、一段关系它最终是可以复原的。可是如果你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基本信任，你失去那个你一直以来赖以为生的信念的话，它可能会让你站不稳脚跟。那这张牌想要告诉你的是，其实啊，你有没有想过，你们就是因为有这么非常稀有的品格，正是因为你们没有放弃那套标准，所以其实你是睡得着觉的，你是问心无愧的，你是可以坦然的面对你的所作所为的。可是那个曾经欺负你或是伤害你或是做一些不是这么好的事情的人，他可以吗？他可以像你这么心安理得睡得这么安稳吗？好，这一张牌啊，想要告诉你说，你们之前做的善都没有白费。在宇宙的账本里面，你的善是你的，对方的恶也是对方的，这2件事情是分开记的。你今天付出的善，宇宙收到了，对方欠下的这些坏事，宇宙也记得了。所以呢，你现在就以前到现在所做的事情啊，其实是为你累积了很多的福报。可能因果不是及时的，但它绝对不会消失。那我觉得从命理的角度来讲，第3组的朋友，你们也有一种天良心的特质，就是你们天生带有一种守护的力量。你们的善不仅是对个人，不是对你自己，而是对你周边的人或是更大范围的人都有影响。而你做的每一件好事，其实都在为你的命盘去累积能量。这张牌的出现啊，宇宙在给你一个确认，就是你过去所种下的这些善的种子已经开始成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验证牌的第3张牌哇，这张牌讲的是对于自我的爱好，看到这张牌，其实我想要问第3组的朋友一件事情你上一次真正对自己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不是说因为累了才要休息，因为生病了才要照顾自己，而是那种纯粹的因为我自己值得，所以给我自己一些好的东西。这张牌画的是一个女孩，她坐在玫瑰花丛里面，双手抱着自己，闭着眼睛，嘴角还带有一点点微笑整张牌的画面是干净跟温柔的。这里讲的是自我关怀、自我疗愈跟独立那它放在第三组你们验证牌中的最后一张啊，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巧合因为可能在过去你们的白日梦被打断了，或是说你的善良被辜负了之后，这一切发生之后，你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呢？也许有，也许还不够。你们会照顾别人，你们会对别人好，但轮到照顾自己的时候，你有想过，你有
好好的去做到这件事情吗？你有给自己空间哭过吗？你有没有认真的问自己说你现在需要什么？这一组的朋友啊，宇宙想要跟你说，其实你们的灵魂正在渴望一场深度的休息跟重整哦，因为你们本身不太会去找外面的人发泄啊，乱发脾气啊，你们很多时候倾向于自己消化，这个是属于你们的独立，但有的时候这个也是你会把自己压垮的一个原因哦，因为有一些重量，你一个人就是一直扛在身上，它实在是太累了，所以呢，你必须要去意识到说，最好的爱是先给予自己爱。这张牌啊，我看见很多朋友，你们可能正在学习设立界限，不再无止境的去消耗自己的能量，去迎合外界的人，或是有些朋友你们正在进行一些内在小孩的疗愈，或是对于按摩、冥想、芳疗这些身心放松的活动，可能开始感兴趣，或是已经在从事了，或是有些朋友你就是单纯的给自己一段空白的时间哦，这样子做啊，都是自我照顾或者说对自我之爱的一个方法。当你开始去做这个动作，开始去关注自己的时候，这个转向自己的动作啊，其实正是好运开启的一个开关哦。还有其实从这3张牌啊，我看得出来，你们是那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就去感恩啊，或者找到快乐的人。你可能不需要很多，你只需要一点点空间，一点点自由，就可以过得很好。你们有一种那种天然的自得其乐的能力哦，你可以自己看电影，自己去咖啡馆，或是一个人啊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研究很久，或是花一整天都没有关系，然后会觉得说我今天就在研究这件事情，非常的值得。这个能力啊其实很珍贵哦，因为自得其乐它可以变成一个保护壳，你可以在里面做自己的事情，你可以在里面，然后你会觉得很安静。那今天这张牌出现啊，其实不是叫你去做什么大事情，也不是叫你去改变自己，只是轻轻的提醒说你要先去照顾自己。很多人呢，在好运来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恐慌，或是觉得自己不配。但是呢，自我之爱这张牌啊，爱自己这张牌啊，想要告诉你说，你们其实完全配得上即将要到来的好运。你过去那些默默付出的善意，那些独自消化的伤，那些没有人看见的坚持啊，其实宇宙全部都记得。那你们之后啊，其实就可以去显化你自己在自己的梦想乐园中去过上你想要的这种自由的生活。对你们来说，正义不是审判别人而是宇宙把你想要的这种自由的生活，把属于你的丰盛还给懂得爱自己的你。好，这个是大家的一个验证牌哦。如果你觉得有对应到你的话，我们赶快继续看下去哦。宇宙还要给大家什么讯息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动物牌哦，第一张牌是海豚哦，哇！正义开始启动之后啊，它给你的礼物其实是一种久违的轻盈哦。因为海豚牌出现啊，大家有没有一个觉得好放松的感觉哦？看一下这几只海豚啊，它们从海面中跃起，背后是彩虹色的光芒，然后海水非常的湛蓝，它们这么的自然，这么的欢快哦。他们的跳跃不是被强迫的，不是因为有人叫他跳，而是因为这个就是他们本来的样子。其实这张牌啊，我们看见生命的狂喜在浪潮中流动。如果说你觉得你过去的生活很像是逆水行舟的话，那么这张海豚牌的出现，它其实在宣告说你们的生命啊即将要进入顺流了。我们前面说过嘛，你们是一个向往自由，不喜欢竞争，只想做自己喜欢事情的人哦。其实你们的天性本来就像海豚一样，我喜欢玩，喜欢探索，喜欢在自己的节奏里流动。但是可能过去啊那段被打压、被辜负、被欺骗的日子，让你把这份天性压下去，你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你开始不敢太开心，甚至觉得说快乐是奢侈的。那像海豚啊，它告诉你说，你过去可能有点太用力在过生活了，现在啊，你可以松开你的双手，就是过去那段时间结束了，你们又可以开始想要去玩，或是又开始对某些事情感到兴趣。你可能会发现啊，这个东西好有趣，我想试试看。
因为你的灵魂正在告诉你说，你原本的状态回来了。我觉得接下来你的好运啊，就会像海豚去追逐潮汐一样，它是一波接着一波来的。你们并不需要苦苦的去哀求机会，机会会主动的跳到你的面前哦。这个就是好运倍增的来临哦，因为你们本身的频率转变了，宇宙也会把所有的阻碍都撤走，给你一种很轻盈的成功。同时啊，海豚它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动物，它懂得在对的时机里借助浪的力量，顺势而为。也就是说，你们啊，现在这个浪潮的流向是有利于你的，你只需要跳进去，让这股力量带着你走。你向往的那种生活，那个白日梦里的画面，它正在开始成为现实。那会有什么加倍奉还的好消息呢？比如说大家过去求而不得的机会，或是说你过去花了200%的努力，可能只得到50%回报的事情啊，现在会反向校准。你会惊讶的发现，为什么你只是随意的去说一句话，发一个讯息，或是展现了你的专业，既然能吸引到重量级的合作伙伴主动的跟你敲门，这个就是海豚的能量哦，吸引力开始发酵了。而那一些曾经伤害你、质疑你的人，加倍奉还啊，并不是说我们要去跟他们吵架，而是呢，你已经优雅的跳到了更高的维度，当对方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你们已经到了不同的世界。接下来我觉得你们会非常的舒心，你会开始感觉到，生活啊，其实是可以跟自己灵魂共振的群体相处在一起的。赚钱可以不辛苦，关系也可以让你不需要这么心累。这种啊轻松感会加倍的流回来在你的身上。你们不需要去用争夺、抢夺或是拼命的方式，你只需要用你最喜爱的方式做你爱做的事情，然后好事自然而然的就会找上大家，非常的棒。哇，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母牛哦，这张牌在说什么呢？母牛这张牌代表的是大地的滋养，然后还有就是金钱跟物质，它会实体化的加倍奉还哦。这张牌很着重于财富跟生活品质的提升哦，还有身体的修复。海豚呢，它代表是大家精神世界的自由。那母牛呢，它是物质上的一个显现跟实现哦。母牛啊，在古老的文明中，它象征着财富跟无私的滋养。所以呢，这一组朋友，你们接下来宇宙会将实质的丰盛喷发到你们身上。也就是说，它可能是这种金钱的，比如说意外奖金的来临啊，或是你资产的翻倍再翻倍，或者是说一个能够给你带来长期被动收入的机会。而且我觉得这种丰盛啊，它不仅是钱，它还包含了一种对于生活的主导的感觉哦，掌控感。你会发现你更有底气去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这张牌啊，它也会补偿你们的身体能量。过去你可能为了某些事情，为了责任透支的健康，现在会得到加倍的修复。你们会找到适合你的医生，适合你的养生方式，让大家的气色跟精力回到巅峰。所以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滋养哦。第三组的朋友，你会发现你自己变得越来越丰盛，越来越美丽。还有母牛它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动物哦，它很稳定，它要吃草的时候就专心吃草，它走路的时候不慌不忙，它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它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动。接下来呢，我觉得大家也是哦，你们只要站稳你的脚跟，站在自己的节奏里面，好运它会来到你的身边。同时我们被感动的时候才移动，就是说当你心里有那种对，就是这个，我想要做这个的时候，我再去做，而不是别人说你应该要做，体制说你应该要做，你就去做。所以你们要去启动的时候，绝对是因为你心动了，请相信内心那个心动的感觉，它从来都没有骗过你。
只是你有时候不敢相信它而已。所以呢，其实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重新去信任你的节奏，因为大家的命运啊，正在等着你用自己的脚步走过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Throne。 好，这张牌啊，画面真的好有力量哦。在画面中我们看到哦，有3张粉红色很漂亮的王座并排在台阶上，王座上呢坐着女王，还有女巫，还有一条美人鱼。背后呢是这个深红色的一个帷幕哦，金色的光点在这边散落着。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是，你们的潜力是无限的。大家看一下，女王、女巫跟美人鱼，他们3个人看起来表情跟姿态都完全不同，来自不同的世界，用不同的方式存在，可是他们都坐在王座上。所以这张牌想要跟你说，不管你是哪一种人，不管你走的是哪一条路，你都有属于你的王座。第3组的朋友啊，你们可能不是那种想要去征服世界的人，你们也不需要那个最高的权力的位置，你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做自己的舞台。而这个舞台啊，在这张牌中我看见已经在为你搭建起来了。接下来大家可能会被推到一个需要你决策、需要你领导的位置，因为大家的实力已经累积到临界点，然后宇宙会为你戴上属于你的皇冠。那些曾经轻视你的人啊，他们现在必须要抬起头来仰望你。那些曾经说你不切实际、说你太天真的人啊，现在他会惊掉他的下巴哦。因为啊，你真的实现了，而且你已经到达一个他们想象不到的世界跟高度哦。这个其实就是你们本来的样子，你不需要证明什么。当你坐在那个位置上，用你自己的方式发光，其实呢，就是一个最有力的回应。你们拥有女王的优雅，你们也拥有女巫的力量，还有美人鱼的自由。所以就像牌卡所说的，大家的潜力是无限的，你可以尽情的去展现你想要去显现的，你想要去过的这个人生跟生活。Clover，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三叶草。哇，这张牌的画面很震撼哦，我们看到火焰在背后燃烧，然后2个女生在花丛中好像在讨论着什么，她们手里啊都捧着幸运草，但她们的眼神有非常复杂的感觉哦，可能有一点惊讶，有一点不舍，然后又有一点释放的感觉哦。这张牌说的是释放你的罪恶感。第3组朋友，因为你们是一个善良的人，你们是一个问心无愧的人，你们是一个相信因果的人，所以呢，你们会有一个很多人没有的东西，那个就是罪恶感。它不是说你一定做了什么坏事，而是你可能会常常去怀疑说，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是不是我就是怎么样啊，不够聪明啊，所以才会让事情变成这个地步。有时候你会把别人的错去内化成自己的责任，然后用这个罪恶感来惩罚你自己。但是呢，宇宙接下来要给大家的平反是一种内心的平反，就是如果你内心常常有一种莫名的罪恶感，或是对于别人的期待感到压力的话，这张牌面的这个火焰就是在帮大家烧掉这些不属于你的包袱，烧掉那些罪恶感哦。幸运草它是很平凡的植物哦，它不需要特别的去种，它就自己会长出来。那你们找到4叶的幸运草，它代表是一种纯粹的好运，它是你走在路上低头一看，你就自然而然的发现说它在那里。这组的朋友啊，你们不需要再低着头去找自己的错，你们需要放下的是不属于你的责任。当你能够这么做的时候，你的好运就会呈现爆发式的成长，也就是说你给予自己多少原谅，宇宙就会给予你多少奇迹哦。你不需要去试图拯救所有的人哦，你只要让自己的生活开始闪闪发光哦。我觉得你们接下来啊，就会有一种好像
遍地开花的意外的惊喜。放下你们的罪恶感，因为你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可能只是在一个不公平的局面中去做了一个善良的人，这个并不是你的错，那个是你们稀有的品格。所以呢，这把火并不是要烧掉你，并不是要烧毁你，而是要烧掉那些压着你的重量，烧掉那些不属于你的罪恶感。放下罪恶感，并不是说过去那件事情不重要，那个人不重要，而是说你已经还完了债，就算你中间真的有错，其实你也已经在这么多年的心理的纠结下，你已经还完了你的债，然后有一些债是不属于你的债。现在啊，我们已经要转向了你们的灵魂的重量开始变轻了，因此大家的命运会飞得更高。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下面这张牌啊，是内观，这张牌很厉害哦。我觉得你们的正义啊，它可能不是一场很轰轰烈烈的大戏，而是它是一种更安静、更深沉的方式去展现哦。像这张内观牌啊，一群人坐在这个圆形的空间里面静坐冥想，那窗外啊透进来柔和的光，整个画面是一个很深的宁静哦。内观是印度最古老的这种灵性的教导之一哦，它是一种非这种宗教的一个静坐形式哦。然后啊，它是要用来去净化小我的心智，这也是一个痛苦的根源哦。所以呢，它教的是观察，而不是去压制你的情绪，观察你身体里所有细微的感觉，不对他们做出反应。这组朋友啊，可能你们也有参加过类似的课程，可能你对于你自己的内在世界有很深的好奇跟探索，我觉得这个本身啊，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能力哦。宇宙想要给你们的正义包含了看清真相。当大家处于内观的频率的时候，那些小人的伎俩，那些隐藏的陷阱，在你的眼里都会变得很透明。你们的冷静跟观察会转化成一种强大的直觉跟好运。一个向内的空间，就是宇宙想要给大家的礼物。也就是说啊，你们最应该做的不是向外去要什么，去争什么，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你们想要的，也不符合你们的个性，而是我看见你们去往内去整理，去清理，去整顿，去让自己的内在变得干净跟透明。当你的内在是清澈的，外在的好运就能够真正的进来，才不会被那些旧的伤跟旧的重量挡在门外。而且我看见你们的心智更加进化了，你们不再被情绪勒索，你们的判断力变得更加的精准。当你的内心越安静，外在的正义实现的越快。所以啊，宇宙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哦，你可以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时间哦，做一个冥想的练习，或是说每天给自己10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呼吸，只是感受到自己存在在这个空间里面。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或是信仰，其实大家都可以学习向内观看这个技术。那内观这张牌啊，想要告诉大家哦，建议对你们来说啊，它实现的形式是一种宁静的形式。当大家坐在圆圈的中央，当你成为那个披着身穿白色衣服的这个人啊，其实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赢了。赢的方式并不是对方输给你，而是因为你找回了你自己。当大家进入内观这个状态的时候，你们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而是一个命运的导航员。你们能够一眼去看穿本质，也就是说啊，接下来对于所有的选择，你们会有一种预知跟预见的能力哦。你可以避开一些陷阱跟坑洞，那这一种帮你避开损失的好运啊，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这种财富的加倍奉还。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哦。这张牌很美耶，爸爸妈妈跟小孩走在秋天的这个枫叶树下。有些朋友你们可能
会有一次非常美好的旅行。这张牌是一张很温柔的一个拥抱，是整个牌阵中非常温柔的一个能量哦。秋天的枫叶树，树木非常的高大，然后叶子是像火一样的橘红色，黄金的地面，然后还看到有一只小猫哦，在树上很悠闲的趴在树枝上。这一组的朋友啊，这个画面其实就是你的未来，你可以走在林间小径上，很慢很安心，你可以在美丽中行走，你可以一生都在美丽中行走。你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会跟你周围的一切都和谐融洽的相处，也就是说你们赢得的这个胜利啊，它是一种生命品质的全面提升。你们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跟传承的人，比如说对于下一代的成长跟幸福啊是很在意的，或者说你对于亲子关系啊，对于这个家庭关系啊是非常重视的。现在啊，其实好运也会实现在大家的家庭生活跟人际的关系中。比如说啊，你的孩子会去如其所示的展现他的天赋，你的伴侣会跟你达成前所未有的默契。那在这个枫叶林的家庭啊，他们走得很慢很安心。为什么？是因为你不需要赶路啦，你不需要急了，你可以慢慢走，你不赶时间哦。因为你们走过了最难的那段路，你们走过了孤独，走过了陷阱，现在你们走在最深的美丽里面，你们的每一步都是踏实的，你们的每一步都是值得的。你们想要的绝对不是我要花不完的钱，我们想要的绝对不是我要去坐上最高的位置。我觉得你们想要的更像是你可以跟你爱的人牵着手，走在美丽的路上，不慌不忙，也不需要看任何脸色的生活。你想要的是那种今天会很美，明天也会很美，我的人生很值得的那种感觉。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这种生活正在向你走来。你们接下来会身处在就是可以让你表达美丽精神的人事物还有关系中，比如说他人对你的微笑，或是你自身展现的美。你们拥有一双可以看得见世界美好的眼睛，一双新的眼睛。这个新的眼睛不是去看那些不公平的事，而是去看这个世界上最真实存在的美丽。其实美丽一直都在只是过去啊，你可能被一段很痛的过往遮住了视线，没有办法被看见。现在啊，所有的幸福感加倍的奉还到大家身上。祝福选到第3组的朋友，以上啊就是属于你们自己的解牌啦。那最后大家如果想要对身心灵性有更深一层的探索，或是利用塔罗牌来帮助自己做更好的决策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让我们一起成长。好，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